布教授連續在2篇文章中提到了3i 阿特拉斯產生了非引力加速。他基於天然彗星噴發模型公式進行反推，指出3i 阿特拉斯若要產生觀測到的加速度，那麼它在近日點附近每秒必須損失上百公斤的物質。但問題是，截至目前，所有的觀測都沒有看到那種劇烈噴發。於是，勒布教授就提出了幾種可能：要麼它的質量比我們想象的大得多，超過了公式裡代入的質量；要麼就是觀測難度太大，導致數據不充足；要麼就是它的噴發方式完全不同，甚至可能是一種非自然的能量源或人為驅動機制。那麼這期視頻我就带大家詳細的解讀一下勒布的這個發現。首先，我先来給大家解釋一下什麼是非引力加速。宇宙中絕大多數天體、行星、彗星、小行星都遵循着牛頓和開普勒的引力定律運行。簡單來說，恆星的引力就是它們唯一的駕駛員。因此，天體的軌跡與速度都能被數學精確地計算出來。然而，當科學家發現一個天體的運動比公式預測的更快或偏離軌道時，這就說明除了引力，它還受到其他力量的作用。這就是所謂的非引力加速。在彗星身上，這種加速度其實並不稀奇。當彗星靠近太陽時，內部冰層升華成氣體，從表面噴出，就像一台天然的火箭發動機。這些噴射出的氣體會對彗星產生反作用推力，讓它的速度和軌道發生微小變化。但問題在於，3i 阿特拉斯的加速度似乎太異常了。根據勒布教授的分析，它的速度變化不僅偏離引力預測，而且方向上與正常彗星噴發的模式並不完全一致。勒布教授使用的是一種非常經典的天体力学思路。科學家們首先會通過望遠鏡持續測量3i 阿特拉斯的位置與速度，然後用引力模型計算出理論軌道。而當後續的觀測數據與理論預測出現偏差時，這個偏差就被稱為軌道殘差。勒布通過這一殘差計算出，在近日點時，3i 阿特拉斯的運動方向出現了2種分量的額外加速，這個加速度約每秒 0.02 毫米。這些數字看似極小，但對於一個和直徑可能達5公里、質量數十億噸的天體來說，這種額外的加速已經極不尋常。勒布首先用天然噴發模型進行了計算，他假設彗星噴發速度為幾百米每秒，再利用動量守恆公式，天體的質量乘加速度等於噴出的氣體質量流率乘噴出速度。他反推發現，若要產生觀測到的加速，3i 阿特拉斯在近日點附近必須每秒損失上百公斤的物質，1個月時間內將損失約1/6的總質量。這意味着它要像火山一樣持續噴發整個核心的一部分。但問題是，在我們的觀測中，並沒有看到那種劇烈噴發，沒有大規模塵埃雲，也沒有顯著的亮度爆發。於是，勒布提出第2種可能，要麼它的質量比我們想象的大得多，要麼噴發的方式完全不同，甚至可能是一種非自然的能量源或自驅动機制。当然，這並不等於他認定了3i 阿特拉斯就是外星飛船。他的核心觀點是，當前的自然模型解釋不了所有數據，因此需要更精確的觀測。就像我之前所說的，勒布一直都是一個不滿足於傳統彗星解釋的人。因此，為了驗證這股非引力加速度是否是由彗星蒸發引起的，後續對於3i 阿特拉斯的大規模檢測就尤為重要。如果在後續的觀測裡仍未見巨大噴發雲團，則自然噴發模型將受到極大挑戰。實際上，曾經的第1位星際訪客奧莫莫也產生了非引力加速。即使在斯皮策太空望遠鏡進行深度觀測後，其周圍也沒有顯示出任何氣體或塵埃的跡象，這也成為了他的一個疑點。但結果就是奧莫莫已經朝着飛馬座方向飛走了，他現在距離地球大約60多億公里，什麼都沒有發生。所以，有關勒布教授所推導的3i 阿特拉斯的非引力加速，還是需要更詳細的數據以及後續的觀測來認證。